家好，欢迎收看艳红的手工视频。今天呢，要教大家做一个记的一个做法。因为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录制的，所以可能就是这个角度的话，就只能是这个俯拍的一个角度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做吧。我们先用这个 1.5毫米的麻花丝，然后剪一段长度为36厘米的这个铜丝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做成一个圈，重复的地方大概在3厘米左右。我们就用铜丝先把它给连起来。像这种比较硬的这种材质的话，可能拧铜丝就不太方便。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方法，就是先把中间固定，中间固定以后，然后先扭一圈，暂时固定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手肯定是拧不紧的，所以需要钳子来作为一个辅助，但是拧的时候一定不要有太用力，因为太用力的话，就这个根部的地方是很容易断的。然后我们把它稍微拧紧了以后，然后再进行缠绕。缠绕的时候，就是这只手的话，稍微用一点力，把它给缠绕起来。然后还有多余的铜丝的话，我们就反着缠绕。然后把这边也缠绕起来。缠绕好以后就是一个圆形的，我们这个圆的直径是11厘米的样子。所以如果大家做的话，就按照这个规格来做，因为我们做的是骨架，然后做了以后我们会在上面去加上一些假发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它会稍微有一些膨大出来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再来做第二圈。第二圈的话，我们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2层看起来其实是这样摞起来的，但是我们需要这个第二圈作为一个支撑。第二圈的长度是33厘米，然后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，这里大概有3厘米的样子，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圆，和刚刚的那个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第二个圈就做好了。直径大概在9.5厘米的样子，然后我们拿出0.8毫米的铜丝，刚这个好像出画面了，然后把它给折过来，找到它的对立面，我们这个高度是要12厘米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最好做到11厘米就差不多了。因为我们最后还要加一个假发在里面，然后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再给它折一下，折一个直角，把多余的这个铜丝给剪掉。就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是对角线，不要歪了，如果歪了的话，可能到时候做出来就不太好看。我们同样的也是拿出我们的铜丝，把它给固定起来。然后我们最后再调整一下它的那个形状，就是把它做成那种锥形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左右对称。然后套上这个看一下，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地方给它拧起来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十字交叉，然后我们取正中点，然后再把这个地方给固定起来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给套上去，你看套上去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好，然后我们就把这4个点，就刚刚相交的这4个点给它给固定上。好了，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再把这几个拧紧就可以了。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大家也看到它比较空，所以呢，就是在这里的话会加一些网状的结构。但是如果是网太细的话，可能我们插簪子啊那些都不太方便。这个骨架的话，就是现在来对于那个假发来说应该是可以的了。再来加一些上面的网状结构。首先我们拿出一个大概长的话稍微长一点吧，40-50厘米的样子应该可以的。
然后把这个这样双股绕过去，绕在这个上面。然后每个的话，我们大概离个1.5厘米的样子，这个也是差不多是40-50厘米的样子，把它给绕在这个上面。然后这里也是拧一下，然后我们继续添加类似于这样子的线条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一个空隙里面可能大概有3个这样子的线条。然后我把左边和右边的这个交在一起，拧一下。然后这里的再拧一下。然后中间的再拧一下，然后这里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可以拧的了，所以我们继续添加我们后面的这些线条。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也做同样的操作，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再拧一下。不知道你们看懂了吗？如果你们看懂了的话，就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哟。每个这样交织的时候拧2下就可以了。那么又没有了，那我们再继续添加。这个的话应该算是这个材料包里面比较难的一个操作了。所以它会稍微的麻烦一点点，因为我也是参考了就是出土的那个文物来想的这个方法来做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已经是最后一格了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刚刚剩下的这一个，然后直接跟这里这边相交。就市面上这种编织的这种就得好几大百。然后我们的下面部分呢就编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种网状的，然后它还会比较有支撑力。然后我们继续编上面的部分。上面的部分的话，因为在这个地方，它会有一个圆圈，一个骨架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尽量的把这个铜丝绕过来绕一圈，跟这个骨架相当于是有一个贴合，有一个接触面。然后这样子的话它整个网它就会更牢固一点。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短，如果这种留短了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接长一截，就相当于它以前的这一个的话就不要，然后我们自己再接一截，把它原有的这一根的话把它给收尾。然后我们下面的一圈就差不多固定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的编织这个上面的部分，按照相同的方法来编。这个多余的丝，就是因为它
放在这前面，它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粗，然后越编到后面的话它会越细，然后有的它就比较的密，所以它就多出来了一些丝，就可以把它剪掉。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把大家给编崩溃掉。然后这种小的短的这种已经用完了的就不用再接了，然后就直接给它剪掉就行了。这样在这个上面绕2圈，然后把它收一个尾，然后这样剪掉就行了。最后这个特别长的铁丝可以先把它给剪掉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再来找可以编织的一些地方，然后把它拧起来就行。好，那么我们整个那个底座就做好了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把那个假发给堆上去，然后拿出我们的那个假发，把这个假发的2头解开，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散发。然后我们将这个散发稍微扯一下，就是不要让它这样一股一股的，然后再把我们扯开的这个头发把它分成2份，就是从中间把它这样拉成2份，也就是刚刚扯的第1团头发，然后解开一个发网，用这个发网把刚刚的这个头发给套起来，这样把它给装进去。然后这一部分头发我们是用来干嘛的呢？我们是用来填充的，就把它给拴起来，就像我们打包一样，小的时候看那些古装剧打的那个包袱，然后打成这样，就可以把它扔在肩膀上了。好，然后我们这个填充的一个小发包就做好了，然后把它放进我们的里面来。那么这个发包的话，主要就是起一个填充的作用。这里的话，你可以留一部分空间。为什么要留呢？因为比如说你戴在头上的时候，这里可能是顶起来的，所以这里可以留一点空间。那么我们拿出我们的第2团头发，把这个头发给盖上去。盖上去以后呢，我们拿出另外一个发包，这样往下套。把它给套在这个我们刚刚的那个骨架上，然后这样就套进去了。然后在最末尾的地方，这里的话我们来一个结，然后把它给固定住。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修行的时间，这个边缘的地方我们需要把它固定一下。然后这里我觉得一个发网不够，然后我给它套2个发网，然后我们把这里给它绷紧一点，然后拿一个那个黑线，然后从这里去把它给固定一下。这个地方如果你直接穿的话，它有可能就是会穿通，就穿不住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勾一下，就是把它给这样勾一下，然后这样子来缝。就这个的话尽量绷紧，就是把上面给它绷紧，然后这样给它锁一圈。然后最后我们再给它把形状给弄出来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弄的时候它可能形状啊不对称啊不均匀啊什么的，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这样给它弄一下形状，
然后我们再拿出一条辫子，拿出第2根辫子，然后把它这个尾巴给藏到我们的假发包里面去，从这里起头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给镶上去。做的时候你尽量的就是在这个缝隙的地方，这后面它可以一节一节，因为后面在里面嘛看不见，外面的话尽量的短，这样子的话你做出来的话你就看不见那个针头，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就看到一节一节的线在外面，那就很难看了。然后我们把多余的部分给藏进来。这个小辫子的话，你可以就是从这里剪断，然后多余的地方藏进去，也可以把整条藏进去。我就不剪它了，因为我剪下来就是多余的也没有什么用。我们现在来试戴一下吧。我觉得这个做出来真的比我买的那个好用。我买的那个真的是插不进去，它里面是那种布的，所以很难插。这个真的很好用，就轻轻的一插就插进去了。我买的那个还挂丝，看，这就是我买的那个。我买的这个就是用久了以后它就会挂丝，而且还有就是它里面它是这种布的，这种布的真的是很难扎过去，每次都是一扎过去就是一种镂空感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个就完全没有，非常的顺滑，非常的好看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你们学会了吗？拜拜。